期待张主厨，这个主厨很厉害。张师傅说什么？应该是一个小炒类的，整个鱼全部切成了小的鱼块。我想了几个方案，最后还是选这个毒，就是用我们烧豆腐的那个方式，因为它保险，就是一个是温度，一个是口味。把马油鱼宰成块，用姜葱料酒腌制，这样可以去除鱼的腥味。麻芡加小葱一起剁细。我觉得这个花椒还是以麻为主，那个麻味很强大了，你要去平衡它，需要给它打的一个味道，就是我们的豆瓣。现场调配豆瓣酱，厉害厉害。然后在里头又加了一些辣椒，然后就把辣味把它提起来。就是麻可能会在前头，但是辣也要去配合。张老师应该是做椒麻了，椒麻鱼，强项呢，川菜太好吃了，椒麻鱼，强项。原本想做麻辣鱼炖豆腐，想加点豆腐进去。没得东西。没找着豆腐。对，我的方向感是很差的。对我来说，这个是个弱势，就放弃了就。反正都还好，因为它的那个鱼的给的那个量也足够了。有没有豆粉？豆粉有。师傅，你怎么还有空跑过来啊？你怎么还有空跑到这边来啊？我拿东西。我用豆粉、鸡蛋清混合调在一起，给鱼上浆。它现在应该是果粉去炸，炸完之后烧，烧完之后把那个发剁的葱和那个麻芡，然后在上面泼油。鱼块软炸定型，保持鱼肉的水分，就可以捞出。把准备好的调料下锅炒香，再把炸过的鱼块放进去炖。麻婆豆腐一样吗？我也感觉有点像麻婆豆腐，他用那个鱼肉做豆腐一样。我们叫都嘛，都鱼。这切勾的好，这就是老师傅的手，你包了紧的，包了紧，然后又闪光了，反光了，流油不流汁。对，中餐的魅力。专业。因为这个相对是比较熟悉的技艺，做菜的这个思路比较清晰，每一个环节基本上都在可控的范围内。来了，香，胃口大开。这个配米饭绝了，绝了。可以。我觉得漂亮。哦，轻轻松松啊。我跟你讲啊，这是所有的7位师傅里最厉害的师傅。看得出来，岁数也是摆在这儿呢。一看就前辈。就不知道张元富他选什么菜，他的技术没问题。对啊，那选什么嘛？你选什么的问题？一菜定江山。哦，这是麻婆吗？有点像烧豆腐那个烧的。期待。哇，谢谢。各位评委好，今天用了一个马油鱼，然后用到一个云南的特殊香料，用烧豆腐的方法炖了这道鱼，它的风味辣，带一点麻，炭和鲜的特点都在里面了。这厉害哦！一闻都是这个麻芡的味道。这很香哎，它这个炒很香。这个它一定里面是很嫩的，鱼像吃豆花一样应该。
好嫩，你真的好嫩。老师这道菜一上来，我以为是麻婆豆腐，但是呢，吃起来其实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把马芡啊和这个鱼肉啊完美的融合在了川菜里。它的味道更有层次，鱼的口感和麻芡的口感非常凸显。不错，不错，不错。它这个味道调得很正，甜味、辣味、麻味、香味融合得很好，就是平衡度拿得很准确。啊，这就对了，多吃点。它呈现了一个像麻婆豆腐一样的麻油鱼，这个一下子就击中所有人的点了，他们都想来一碗饭，因为这个菜非常到位，油香糯辣各个方面都做得非常 perfect， 恰到好处。这个送饭菜完美，100分。张师傅是我们川菜非常知名的大师啊。首先你能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就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所以向你的这个敬业精神要致敬。张老师今天这道菜完全表现了他的高超的调味技巧，咸甜麻辣调和的非常的纯正，鱼肉也很嫩，麻味和辣味恰到好处，所以主题也很突出。如果说再给我们配一点米饭的话，就100%了，就完美了。首先我要谢谢张师傅哈。哎呀，那个鱼呢是真的好吃的惨，巴适的板。谢谢刘涛老师。没有，这是开个玩笑。确实，我非常同意周小燕老师说的，平衡的非常的好。我觉得技艺确实是很讲究，看起来其实是一道非常简单家常的菜，但是鱼呢也是很嫩，味道我觉得非常绝，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去评价的，就是确实少碗米饭。谢谢，谢谢，谢谢。压轴的出来就是有压轴的那个重量感，那个鱼肉非常的嫩，嫩归嫩，重点是它还入味。我不知道你怎么做，但是你让这个麻芡这个一颗一颗的变成是很顺的跟这个鱼肉搭配在一起。这个跑步啊？哦，跺的哦，对不起，这是老师昨天去跑步还是什么？对，跺的 OK， 跑步。所以剁出来之后就剥夺了那个硬的感觉，然后跟鱼肉的这个鲜美跟嫩就可以搭配在一起，咀嚼起来非常方便。刚是有讲到再来碗白饭的话，哇，这个就无敌了。它非常适合碳水。对，恭喜老师做个这么棒的菜，恭喜。感觉他们有点危险了。我很好奇，蟹王接下来会做什么菜呀？蟹王拿的那条鱼挺新鲜的，那个麻叶就是好像那个麻籽那样，它有点像那个青花椒。哦，青花椒，有点青花椒。听到说麻芡像花椒，我一下就想到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做一个类似于水煮鱼那样的鱼片汤。我拿到鱼之后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开刀取鱼肉。把鱼骨也剁成块，到时候用来熬这个汤底。这道菜的难点呢，就是鱼肉里有骨头，所以我就把鱼片得很薄，让鱼刺不容易被吃到。然后用盐、糖调味，加入麻芡调味料一起捞，让麻味进到鱼肉里。最后呢，我怕鱼肉不够滑润，就加了一个蛋白和一点面粉。这样吃起来会更滑口。我还加了一些洋葱片呢，还有一些柠檬片呢，将它的酸度加起来，酸酸麻麻的，让它的口感更丰富。这个鱼呢，它因为它是冰鲜的吧，
所以呢，我要拿那个活的鲫鱼去做滚一个汤，增加那个鱼肉的鲜度。我将这个鲫鱼和五鱼骨头呢一起先下锅煎香，这样呢，它炖出来的那个汤呢就会是那种奶白色的，特别鲜。然后呢，我还加入了一点干辣椒，增加一点辣味，让它的口感更丰富。哦，拿那个去滚那个鱼汤。最后呢，将花菜、辣椒还有五鱼片全部过油炸熟，把它炸香。最后呢，我选择用这个花菜和洋葱打底，然后加入我们的鱼汤。哇，漂亮哦！哦，它这个鱼，它是用过什么勾芡的那种粉吗？他去捏了一下，捏了一下粉。这个鱼不需要捏的。对，就很水煮鱼的那种哈。The dish, kind of like a fish soup with the pepper, it was a very weak dish. You look at the fish, it's a luxurious fish, you know, mayao. You don't use that to make soup. So that's his first mistake. The second mistake's, okay, if you're gonna make soup, you don't make it with, you know, a very blend flavor of the pepper and have the full spices coming from oil, the red oil, and also, you know, chili. I would not do a fish soup. 相对来讲，实话说，香港蟹王的鱼肉呢，就没有其他人做的那么的嫩，然后它那个锅仔里边的那种汤汁有点油了，漂亮是很漂亮的，所有菜品品尝完毕，请评审们商议决定晋级者名单。哇，这何意可難咯！我想知你係揀邊3個？我揀用 engineer 1, 2, 3。你的第一是谁？我是那个张元富。对啊，我是89，他是90。还有一个我好像是应该是这个中卫工程师。我认为是那个厨艺八达通。张元富影视厨师，还有厨艺八达通。我觉得他们从对食材的理解到味道的平衡都可以达到晋级的一个标准。反正我的第一肯定是陈绍刚，我的选择一定是出于我自己的真心。既然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了，我还是非常希望能从一个真的就是感觉来到一个餐厅吃饭的这样一个路人的角度去感受每一道菜。你的前3是谁啊？我的前3是周杰伦、潘玮柏、王力宏啊，不是。很有品味，但是我还是更多希望听专业老师的意见。你挑这2个，对他肯定会重复。他是重复的。还有一个 ，OK， 你挑的是这3个，好。我挑的是1个、2个，也是重复了。1个、2个。Engineer 4, right? 对 ，4。This one's 6. 5. Yeah. 3. From the selection side, you can see that it was a close race. I think it was a fair selection based on merits and based on opinion. 把我们打分的结果做一个统计，基本的票数还是集中在这个3个人，所以大家共识还是一致的。现在公布晋级者名单。用的相对对的方法来做这道菜的话，我觉得展现的也算是我比较擅长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胜算还是比较大的。通过我对这一轮菜的构思之后，我觉得这个名额我一定是势在必得。我肯定有信心去晋级的。
下面宣布第一位晋级选手